我认为中共不可能万岁，解体是他命运必然的结局，但是不能够很快的就盼到这一天。首先，我想说一下，中共政权很多人看到是很稳定，没有错。看到他今天稳定的人，不了解中共最稳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毛泽东时代，那个时候，中共已经饿死几千万农民了，然后每个人天天被迫喊毛主席万岁，不喊你就没饭吃，甚至会被枪毙。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稳定吗？稳定。枪架在你头上，你能不稳定吗？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台湾有些人经常讲说这个大陆好，我觉得他们最好的行动就是说，你真心爱大陆、爱共产党啊，你就撕掉中华民国护照，你拿一张单程的台胞证去中国，你不要回来，然后也不要靠共产党这个给你一碗饭吃，说给充当喉舌，天天来到台湾喊话，你就到大陆农村去当一个普通的农民。和中国农民一模一样的生活，我看你活多久。那时候你还喊万岁，共产党好吗？你只有在共产党制度里活下去，你才知道，而且要做个普通人。那毛泽东死以后，中国开始改革，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他走的一开始经济改革也是苏联那种花钱买稳定的路。那么在农村改革呢，是放弃了人民公社那种共产党式的经济社会制度。那么城市改革呢，基本上就是抬高社会这个对改革的经济期望，然后由国家来保证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的改革逐步提高。然后呢，如果有改革措施造成民众有一种经济利益上的损失，那么国家负责承担补偿。那么这样来换取城市民众对改革的支持，这时候他也实现了改革当中的政治社会稳定。那么这个改革策略有个后果的，就是生活的这个水准的提高，相当部分它是由社会主义福利体制提供的。一旦改革碰到这些福利体制，也不可避免会影响到、会改变这些福利体制，那么就一定遇到社会抵抗。那么1997年的时候，是中共的金融体系就被这样的社会福利体制快拖垮了。唯一的，它的银行全是国有的，当时4个国有银行全部的银行资产加在一起是负值，就是说，你要想象一下，我就是这个国家的银行整个崩溃了。如果不是专制，不许老百姓提款，那恐怕这个要是私有的银行老早完蛋。那么这时候中共不得不实行了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取消了计划经济。那么中国式的私有化呢，实际上是把这个几十万个国有企业送给了共产党干部，就是中国几乎所有企业原来都是国有的，全部送给了共产党干部，大概70%左右。那么在过程当中充满了腐败和黑暗，同时又把大批囊中空空的共产党管理干部几天之内就变成了腰缠万贯的共产党资本家。因为他既是共产党身份，也因为他是共产党官，所以他能当新的资本家，成了原来那些国有企业的老板。那中共是为了自己的统治，上个世纪50年代消灭了私有制度，消灭了这个私有财产，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然后又为了自身的存活，消灭了这个制度，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消灭了。然后呢，等于把别人的财产抢过来，分给了他的共产党干部。现在共产党干部代替原来的地主企业家，他们成了新的地主企业家。在转型研究当中啊，西方国家的学者当中，多数人有一种理想性的假定，就是说市场化有利于民主化，或者讲经济转型会促进政治转型。那么在中欧国家，这个看法是被证明是正确的。在俄国，经济转型早就完成了，政治转型却是走回头路。那么中国模式证明什么呢？如果私有化基本上被共产党权贵来操纵的话，它的结果是建立红色权贵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阻止政治民主化，而且可能帮助和强化共产党资本主义。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很少有人去想过，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啊，他们两者有一个时间顺序，有个 timing 的问题，就它的时间序列，谁在前谁在后，关键在这两者先后顺序。如果是经济转型这个和政治转型同步，比如俄罗斯，那么红色精英变成民主派呢，他们不会反对民主化的，他们会变身成民主派，因为民主化不会妨碍他们利用以往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地位来致富。那么红色精英这个在民主化过程当中是受到一定的遏制的，因为有一个民主化，他也没有办法像中共那样肆无忌惮的这个用私有化来化公为私。这个我在俄罗斯做过调查，我了解过很多俄罗斯每家企业的这个具体的过程，工人是怎么讲的，厂长是怎么讲的，那个公司的财产的这个在私有化过程中股份是怎么分配的。但是如果经济转型像在中共那里，经济转型在政治转型启动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像中共这样，共产党先把国有企业分光了，变成他们自己的了。这个时候，民主化不但会剥夺他们的政治特权，而且会追索他们非法获取的财产。这个时候，成为资本家的红色精英会强力阻止民主化。那么，所以红色资产阶级比这个保守的共产党人、老共产党人更加仇恨民主化，因为红色资产阶级是偷了一大笔钱来。所以啊，现在我们可以讲，在中共的经济面临困境之前，中共是绝不可能实现民主化的，但是它可能对外扩张。那么，如果中共混不下去的时候，中国的最好的结果是步俄罗斯的后尘，那最坏的结果是很难估计的，步阿富汗后尘也是可能的。所以啊，对台湾来说，不能够把台湾的稳定和未来寄希望于中共的民主化。